天我要用番茄和豆腐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番茄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菜市场有在卖。夏天的时候，我比较常用番茄来做炒的或是烤的料理，像是番茄炒豆包、番茄炒高丽菜、糖醋番茄等等的。那冬天呢，我就比较常用番茄来做炖煮类的，做火锅汤底、番茄汤面，或是像上次我才刚分享的素红烧牛肉面等等的料理。这次我要用番茄来做无水番茄锅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番茄和豆腐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6颗大番茄。把番茄的蒂头去掉，在大番茄的尾部切上十字刀，一直延伸到蒂头去。番茄的皮是很有营养的，只是今天的料理想把番茄煮到接近融化的状态，带皮的话口感会不好，就自己斟酌是否把皮去掉。先把番茄放入盘中。先来热一锅水，盖上盖子比较快煮滚。水已经滚了，把番茄放进来，烫1分钟。这样子烫番茄比较容易去皮，比较容易撕得下来。烫到番茄的皮有一点爆开的感觉，就是可以了。关火，捞出来。番茄现在还很烫，放在旁边放凉，等下再来剥。准备1根西洋芹，把西洋芹的粗纤维去掉，这样子去掉，等下煮的时候，它才比较容易软化。也比较不会吃到硬硬的粗纤维，这样子就有去干净了，摸起来是滑滑的。西洋芹的叶子不会用到，可以先去掉。西洋芹尾部切掉一点不要，这里先切条。把西洋芹装入碗中，准备30克的姜，把姜切片。因为冬天我会放分量多一点的姜来驱寒，如果怕辣的朋友可以减少，可以放10克左右就可以了。把姜放入盘中，放入10克的纯素奶油，再加一点油，这样奶油比较不容易烧焦。奶油融化了，看到气泡的时候，把芹菜放进来。这时候火保持在中小火，因为今天用纯素奶油，太大火的话，锅边或是锅底容易烧焦。炒到芹菜变软为止。现在把姜放进来炒一炒，放入半茶匙盐、半茶匙白胡椒粉调味，再继续炒到姜和芹菜变得更软。因为炒软了，等一下就会很快的在汤里面融化。这番茄糊我是在家乐福买的，它的成分很单纯，就只有番茄和盐。现在放入番茄糊，现在赶快翻炒，让所有食材混拌均匀。番茄放凉了，现在可以来剥皮了，就比较不会烫手了。轻轻的撕开一角，就可以往后拉，很容易就可以剥下来。把番茄切成块状，可以像这样子随意的转一转，切下去不规则的形状。最后蒂头的部分就直接去掉，可以放入番茄了。
这时候就可以开中大火了，把所有食材翻炒均匀，让整锅煮滚，要不停的搅拌，免得粘锅底。慢慢炒，慢慢炒，番茄的水分都会跑出来，整锅就会变成番茄锅了。番茄锅已经滚了，这时候转小火，持续滚5分钟左右，让番茄的味道彻底的释放出来。接着依个人口味放入盐，我放了1茶匙盐，翻拌一下，调味料都炒均匀了，已经也大滚了。这时候盖上盖子，再让它滚10分钟左右，记得转小火滚。炖煮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其他的料。杏鲍菇2条，中间切一半。现在来刻花，先切直线条，不要切断。接着斜切，也不要切断。都切好了，在中间顺着切口切成一半。这样就很像刻花透抽，或是刻花花枝，或是刻花鱿鱼了。说真的，在台湾4、5年多了，我实在还是分不清楚章鱼、花枝、透抽、小卷、鱿鱼的外形，因为在马来西亚都统称为手冻。这就是台湾和马来西亚文化上的一点点不一样，没有分得那么细。加上我吃素啊，更少去研究这些手冻的种类了。切到上面的时候要小心。它比较容易切得下去了，比较软。这里是比较硬，所以要用点力气。这里比较软。这杏鲍菇可能太长了，所以切完一半之后，看自己喜欢。我这里会想再给它切短一点，再从一半切下去，这样比较好入口。把杏鲍菇放盘中，冰箱刚好有4条玉米笋。给它加料放下去，今天的无水番茄锅里面，把玉米笋斜切，把玉米笋放入盘中，准备6片大白菜，增加清爽口感。做无水料理，尽量选择这种水分多的蔬菜，大白菜水分就是蛮多的。先把底部比较不漂亮的地方修掉，把大白菜切成段状。先把大白菜装起来，准备1块板豆腐，把豆腐切片，放点豆腐进来，让孩子们可以摄取到蛋白质。中间再切一刀，把豆腐放入盘中。来准备1条面肠，这面肠是在素食材料行买的，用手给它捏成小块的。这样子的形状看起来会比较活泼，不规则的形状。把面肠放入碗中，放入一点点盐，一点点白胡椒粉，糖来一些，把它抓腌均匀，让面肠有底味。已经抓腌均匀了，可以了，先放旁边腌制。时间到了，哦，好香哦！给它推动一下。现在放入大白菜，大白菜水分比较多，先给它铺在底下。再放入豆腐、杏鲍菇、玉米笋、面肠，再盖上盖子煮，一样是小火。我大概熬了10分钟左右，你们看冒出这么多的水，这些都是番茄本身的水分哦，可以关火起锅了。来试吃无水番茄锅。寒流来了，特别冷，就很想吃汤的料理，就是可以喝到热腾腾的汤。今天的无水番茄锅呢，全部都是番茄本身的水分，一滴水都没有加。差不多6颗番茄呢，就可以煮出半锅的水。就是我用我那个锅，然后加上这些食材，它会冒出可以淹过那个食材的水，真的很多。
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加水，这全部都是番茄本身的原汁。哦，好清甜哦，好喝，太好喝了。放了面肠，面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大家可以先煎一煎再放进去，就有不一样的口感。那因为我怕煎一煎会太硬的话，孩子们比较不喜欢吃，那就是这样子煮的话会比较软。那我自己是喜欢先煎过再来煮，外皮就会比较硬一点。好吃。豆腐，热腾腾的，吃得很暖身，很暖胃。杏鲍菇、大白菜都是会出水分的食材，所以尽量铺在底下。很好喝哦。今天的调味我没有放意式香料，如果有放意式香料，又是不一样的一个风味，就是偏西式的风味。那今天的料理比较偏中式的风味，很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有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好喝，很甜。